一个女人在厨房洗碗，冲水时听见下水管道有异响，她浑身紧绷地注视着排水口，随即恐惧后退，连晚饭都没做。等丈夫布鲁克下班回来询问原因，女人面容失色地告诉他，下水道里有人声交谈，正讨论如何杀了他。布鲁克没将妻子的话当真，认为是邻居改造房屋传出的声音。这天清晨，妻子早起去浴室洗漱，布鲁克躺在床上想再睡5分钟，但他刚闭上眼睛，背后墙壁里却传出了敲击声。他怀疑邻居在进行扰民活动，高声嚷嚷叫停。对面果然没有声音，可是当他再次躺下，墙壁又被敲响了。布鲁克愤然拿起鞋子拍墙反击，本着我睡不好谁也别想消停的原则，连声怒骂。只是他的愤怒没有效果，撞墙声还越加激烈了。布鲁克只好出门按响邻居家的门铃，结果邻居家大门紧锁，门铃的话筒里传出模糊不清的呼吸声，似乎表示家里有人。他憋着一肚子火返回家中，隔着浴室墙跟妻子抱怨。穿过走廊时悚然一惊，撞墙声好似是从浴室传来的。等推开浴室门进去，便见墙壁上满是鲜血，而他妻子的身体漂浮在空中，正一遍又一遍来回撞墙，显然早已没了呼吸。很快警方接到报案，以杀妻罪逮捕了布鲁克。不过由于他证词错乱，被判定有精神病，被关进了精神病院。不久后，有3位研究超自然现象的人过来探视，在他面前摆出几张血腥照片，声称只要布鲁克愿意合作，他们有办法证明他的无辜。原来多年前，美国也发生类似案件，一个女人在浴室古怪惨死，当时没有找到相应作案证据，他们怀疑2起凶案有关联，因此询问布鲁克案发前2周是否有不寻常的事发生。于是他们得知了邻居巴哈扰民事件。巴哈是个普通上班族，在办公室打私人电话，想跟知名专家阿布博士见面谈谈，说自己家里有问题，他已经连续好几个月了，吃不好睡不安稳，精神日渐萎靡不振。接电话的是个小姐姐，听闻巴哈悲惨遭遇，礼貌又不失亲切地告诉他，明天再来电话哦，博士现在没时间。巴哈求人办事，只好答应。下班回家，他疑神疑鬼，扒开床单朝床底探头探脑，下面什么都没有，他都快精神错乱了。去卫生间吃药洗脸，接着躺床上佯装睡觉。就在他躺下后，床竟然自己移动了，周围没有其他人，床底也没看见东西。但当他躺回去，却见床底出现一个折叠裸体人，旋即房里诡异事件频发，电灯插头莫名掉落，有2双腿在巴哈恢复电灯时跑进客厅。巴哈吓得钻进被子祷告，可被子外却附上一只大手的阴影。等他第2天醒来，家里全乱了套，所有东西都被移到客厅，就连他和床也抵在门口。巴哈再次联系阿布博士，还是那位小姐姐接电话，这次对方给出肯定答复，博士拒绝与他见面，除非巴哈拿出证据。为此他买了录像机，在家门口犹豫是否要进去时，布鲁克上来质问他怎么回事，发出敲墙声就算了，怎么墙壁都敲裂开了。巴哈解释不清，只能谎称在改造房子。之后在卧室放好录像机，自己躺床上若无其事地睡觉。凌晨2点10分，灯光再次被破坏，录像机砰的一声摔在地上，巴哈被响动惊醒。他透过月光看见白色墙壁上有个人影，可等他恢复灯光，人影却忽然消失。下床检查录像机，里面还真录下一段视频。在他熟睡时，床边站着个身形很高的折叠人，但很快那只怪物打开衣柜走了进去。巴哈不敢惊扰怪物，小心翼翼去客厅取枪，准备给怪物致命一击。然而在他打开柜门后，衣柜里只有自己的衣物，难道他出现幻觉了吗？巴哈重新查看了录像，发现怪物是从床底钻出来的，后来确实进入了衣柜，他内心充满疑惑。岂料就在这时，背后衣柜的门打开了，他在反光的手枪外壳上看见了那只怪物。巴哈吓得动作迟缓，只于一声痛苦尖叫自喉嗓窜出。当邻居的孩子过来玩耍，偷喝巴哈院子里的自来水时，他听见巴哈在窗帘后面驱赶他，走开，别喝那里的水。孩子在怒骂声中向后退去，谁知一场惨剧再次发生，一辆公交车突然撞向孩子。还在家里补墙壁裂缝的布鲁克闻声赶来，可惜孩子已经一命呜呼。他是布鲁克邻居阿丽家的独子。警方接到报案后，封锁现场，还清扫了地面血迹，血水顺势进入城市的污水管道。一开始，人们只当这场命案是交通事故。在孩子下葬4日后，母亲阿丽听到敲门声，
从门窗往外看，地面有一串泥脚印，还有一个矮小的黑影。副警长和阿丽是前夫前妻关系，第一时间得知消息后打电话联系法医。等到了现场，法医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，那位死透还被下葬的孩子竟然自己回来了，全身发着腐臭走进厨房。母亲阿丽在他面前摆了牛奶和面包，警员说孩子动过一小会儿。法医走进腐尸，粗略观察，发现他食指裂开，伤口里全是泥土，应该是自己刨坟出来的。但法医想息事宁人，劝副警长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对外谎称是家属绝尸，再将孩子重新入土为安，还要用混凝土掩埋。不过在两人交谈时，桌上的牛奶莫名洒了，两人刚才没看孩子，也没拍照，也就无法确定是不是尸体碰倒。天亮时，他们开始行动，为了不引起阿丽阻拦，法医让人给他注射镇定剂。出去的下属完工，看到巴哈家门前有个人鬼鬼祟祟拿着相机到处拍照，仔细盯了一会儿，发现脸熟，居然是行业内大名鼎鼎的阿布博士。法医参加过博士的研讨会，对这人很尊重。得知他按巴哈家门铃没得到回应，便将人引到阿丽家。毕竟阿丽家门前与墙壁都是手掌和脚印，明显属于超自然事件，那是阿布博士的专长。这时副警长临阵退缩，不想移动尸体了，法医只能劝他先带人去墓地准备尸体，之后再做处理。博士进入阿丽的房子后，发现里面弥漫着死亡的气味，并不是简单的尸臭。在法医的带领下，他看到了餐桌前那具腐尸。法医借机讲了一个故事，他在法医部工作15年，阅尸无数。有一次，一个年轻男人的尸体被送来，脑壳上有14个弹孔，正准备做开颅手术，可早已死亡的男人却紧紧抓住了法医手臂。法医最初认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没想到相同事件又发生在一个去世的老人身上，那次还对他开口说话了。他当时打电话通知了家属，对方不出意外情绪崩溃，所以这次他才选择掩埋事实，不去干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怪事儿，这样或许就能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。两人谈话过于专注入神，没想到孩子的同学翻墙进来玩，厨房门正好对着庭院。那腐尸听到敲门声，缓缓转头看过去，等法医和博士听到尖叫赶过来，同学早就跑没影了。反观腐尸双脚滴着水，博士建议转移尸体，可现在大白天容易引起注意，只能将尸体放到后院的冰柜中。殊不知转移过程被小男孩偷偷拍下来了。不久后，副警长搞定墓地回来，看到关着尸体的冰柜，他让法医拔掉电源，竟听见里面传出哭泣声。既然副警长发现另有玄机，他便不能置身事外。这时布鲁克杀妻案已经发生，在博士的要求下，副警长同意他们去找布鲁克。除了法医和博士，还有个叫罗森的同行也参与进来。他们询问布鲁克细节，并让他签下入室调查授权书。当夜，三人带上各种专业设备，和副警长一起住进怪异房间。罗森与副警长去巴哈家，法医单独在阿丽家观察，博士选择了布鲁克的家。他们先给现场拍照，接着在客厅摆放研究设备。罗森发现巴哈家卫生间的墙上有奇怪图形，在紫外灯照射下才能看见，但无法解释图形的意思。副警长有些心里打鼓，询问罗森究竟在找什么。他心脏有问题，听觉也不好，经不住跳下。罗森让他放宽心。这时法医那边接到几个电话，一个是找不到阿丽的通话，法医以为是亲戚打来的，告诉对方阿丽在他妹妹家，还说出了联系妹妹的电话号码。留言机里还有2条留言，第一条是同学妈妈打电话来要书包，第2条是尸体被放进冰柜的视频。怀疑警方没干好事儿，让阿丽去看视频辨真假。这些事无关紧要，法医也没放在心上。罗森那里倒是最快出现意外，因为巴哈家欠费停电，他便在屋内挂紫外灯照明。轮到厨房，发现餐具倒挂在柜子底部，像是磁铁被吸上去的。罗森跟看见了新奇玩具一样，不断用手拨动餐具，听他们发出悦耳的风铃声。谁知凭空出现一把刀，直接穿透他那双手，将其钉在柜底。同时柜子里传来吮吸的声音，他的血正在往上流。副警长拿出手枪应对，罗森顺势打开柜门，然而柜门刚开，那些餐具就移到了另一边，柜子里的东西也没冒头。罗森连声让副警长别开枪，随即拔刀抽手去客厅处理伤口。副警长趁机给博士打电话，告诉他这边的异状，但罗森却毫不在意，还表示自己没事，一切顺利。他找到怪物的巢穴了，
挂断电话后，罗森让副警长尽快清理屋内血迹，那些怪物最喜欢血液的味道，而且巢穴里的时间会加速。副警长听得一脸懵，只能用抹布一路往厨房擦。可就在厨房门口，他看见地上有血脚印，那小心脏有些受不了，打电话给同事法医，声称自己想先走。他吓坏了，想回家找妈妈。由于两家距离很近，法医能看到这边的状况，于是询问他：“你窗户前是不是有个人？”副警长找了一圈没看到，以为法医在撒谎。法医在窗户前左右摇摆，有时能看见人影，有时看不到。就在他调整角度时，那个人突然来到了眼前。同时，博士在精细调整仪器后，终于发现古怪源头是下水管道，还有那堵没有修复的墙壁裂缝。他决定先检查裂缝。那边副警长在法医突兀挂断电话后，跟罗森表示他不干了。可罗森并不在意，还兴致勃勃声称：“我找到他了，就在巴哈的床底，让副警长过来看看。”掀开床单却什么都没有，但这不代表空无一物，而是跟视角有关。他让副警长从床尾观察，果然看到一双往里缩的脚，同时还有2颗头在往外爬。副警长害怕的连忙逃走，赶去阿丽家找法医。他双手沾了罗森的血都没敢洗。等他进入阿丽家后，法医却没了踪影，只有一只柜子微微颤动。打开后没有怪物，倒是柜门上有个血手印。此时副警长耳塞里传出噪音，当他关掉耳塞，便清晰听到柜后有艰难的呼吸声，还有不间断的撞击声。鬼使神差的，副警长抠开柜子后板，竟发现里面装着双目流血的法医。他脸色惨白，神情恐怖，嚷嚷着救我出去。副警长一刻都不敢待，旋风般跑去找博士。博士还在观察裂缝，可惜角度不对，没发现裂缝里有怪物在看他。得知法医受难，便联系罗森立即停止调查，但对面没接到信号。在等待回应期间，他劝副警长冷静，顺便解释一下影片设定。他在研究共存次元，那些次元如同瓤能组合在一起，地球只是其中之一。原本每个次元互不干扰，但有些生物能存在于2个次元中，一般用水作为通道，据此便能聚集筑巢繁殖，甚至使用人类的身体。博士不清楚那些生物是什么，为何具有很强的攻击性，只知道他们对鲜血异常敏感。副警长情绪刚刚转好，正在用矿泉水洗手上的血，岂料裂缝中猛然伸出一只细长手臂，直接在他面前拧断博士头颅。那场景把副警长吓得心脏病突发，倒在地上抽搐痉挛。裂缝里的怪物悄无声息爬出来，慢慢靠近副警长身后。同时，罗森还在监测巴哈家的数据，从录像看到身后的门打开了。他回头后再也没有出现。3位专家依次遇害，反倒是不懂次元的副警长侥幸活命。怪物没有伤害他，却想方设法逗他玩。从昏迷中醒来后，房里的桌椅无故自己动了起来，一只血手和头颅在他头顶出现。副警长转个视角，怪物便消失了。阿丽从外归来，见布鲁克家里亮着灯，过来看情况。副警长赶紧求助，求阿丽带他去医院。可阿丽看过冰柜装尸的视频，看到坟墓被水泥封口，对副警长打心底里痛恨，但在对方的要求下，还是让人上车。副警长走到车门，开始后悔，车里竟坐着那具孩子腐尸。阿丽精神错乱了，他这一下心脏病顿时好了，回到警车启动引擎。博士的尸体贼心不死，追出来引诱他说道：“还有时间，救救我们！”副警长连忙开车远走。他让车停在路上，听到对讲机传来下属的声音，说市长在监督案件。下属打算去案发街道找他。副警长闻言急忙让下属离开，禁止去那片区域。他看着车窗上博士留下的血手印，心里有了打算，果断掉头回到阿丽家，从车上拿出2桶汽油，他要烧掉这里救走阿丽。可惜阿丽已经上吊身亡，这里变成了怪物的巢穴，火焰焚烧了这里的一切，包括他的前妻和法医朋友。等警方再次接到报案，仍旧去找精神病院的布鲁克。原来有人看到副警长纵火，3位专家悉数失踪，警方怀疑副警长杀人逃逸，因此想从他这里获得线索。布鲁克麻木回答问题，接着抬手指向后方：“那个人是跟你们来的吗？”随后抽出罗森照片，声称他就在后面。调查员往后面看，没有见到任何人影。忽然一把椅子朝镜头飞来，砸向了镜头和布鲁克。看来怪物们的巢穴要往外扩张了，诡异事件也会频繁发生。
鬼怪疑云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啦。不同于其他慢热的惊悚恐怖电影，这部电影将跳下做得非常出色。它不是简单的用恐怖镜头引起观众情绪，而是在跳下时利用了人类的探究心理，一切的恐惧都源于未知。鬼怪疑云开篇就将一个个诡异事件抛给观众，观众不仅仅是个看故事的人，还站在了与布鲁克类似的处境。面对离奇的血腥死亡、怪诞的水管低语、莫名的床柜移动，无不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事情发生？含冤而死的鬼怪，还是带走咒怨的恶灵？直到跟随3个专家入室探查，观众终于得以窥见这个世界的冰山一角，原来是异次元的生物作祟。然而，尽管那些生物在镜头下露出长相，他们对人类来说却依旧神秘，力量强大，隐隐有些克苏鲁风格了。人类在他们面前渺小如蝼蚁，与玩物无异。总的来说，这部片子结构很棒，悬疑感塑造的超级好。喜欢恐怖片的同学一定不能错过哦，后续我还会解说类似的影片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哦。